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盘棋我们讲到，聂卫平在富士山下战胜山城红，取得2连胜。回到东京，他将迎接酒井猛九段的挑战。酒井猛在日本棋界并未有辉煌的战绩，但是却有中国克星之称。在1985年到1986年的中日对抗赛当中，他在3番棋里面2-1战胜马晓春，接下来迎战7位中国棋手，7战全胜。所以此次日本把他排在第3的位置，紧挨武功正数，绝不只是作为装饰，而恰恰因为他对中国棋手战绩颇佳。1987年1月10日上午，酒井猛提前半个小时来到赛场，双手捧着一杯热茶，似乎有一些怕冷。不一会儿，聂卫平也抵达对局室，酒井猛向聂卫平微笑着点头示意，聂卫平也点头回应。两位即将在棋盘上展开厮杀的对手，却犹如多年未见重逢的老友一般，这在擂台赛上还是第一次。酒井猛棋风恰如其名，骁勇善战，刚猛无比，经常爆发出怪异的力量。小林光一曾评价他的棋中蕴含有神秘的力量，而酒井猛这个人对于气功、身体异能、玄学很感兴趣，他曾2次赴印度学习秘传内功。对局开始，执黑的聂卫平选择了星小目开局，白棋应以相对少见的象小目。聂卫平本局的策略是稳扎稳打，不主动挑起乱战，不给酒井猛施展力量的机会。下一手棋，黑棋挂角，白棋拖，黑棋扳，白棋退。接下来黑棋并没有简单的去补断，此时如果黑棋粘住，白棋跳出，黑棋拆3完成定式的话，那么白棋的手脚将成为绝好点，这样黑棋不太满意，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继续在下方挂，这也是象小目布局当中非常常见的套路。白棋拖，黑棋扳，白棋退。下一手黑棋粘，白棋跳出，接下来黑棋再粘，白棋跳，黑棋在中央拆了一手。这个局部黑棋少了一手棋，从目数上来看，白棋的2个脚步实地将近30目，黑棋虽然目数稍逊，但是外围发展潜力更大，局部而言双方还是2分。下一手棋，白棋选择了小飞挂角，酒井猛也是有备而来。此前2局当中，片冈松和山城红面对聂卫平的小目选择了高挂，被黑棋2间高加，结果都不太满意。本局酒井猛有意变招，而聂卫平照方抓药，下一手棋还是选择了2间高加。白棋此时有飞压、2间跳等等的下法，尖出也是一种选择，但实战酒井猛却选择了一个让聂卫平都觉得很古老的定式，白棋1间跳，黑棋下一手在下方淡定拆2，白棋再靠3-3寻找眼位，黑棋扳，白棋立下，接下来黑棋刺，白棋粘。此时黑棋的尖是必然一手，这一带无论如何不能被白棋抢到2路大飞的好点，这也是 AI 一选。这手棋走完之后，白棋的5颗子尚未安定，但酒井猛下一手棋直接在上方打入，这也是他的棋风，希望在这一带与黑棋的2颗子形成乱战。黑棋下一手棋选择了淡定跳起，也是本手，而白棋抓住机会，下一手在下方跳出头，黑棋再拆，白棋抢到了挂的好点，黑棋尖，白棋长，黑棋跳。在聂卫平有意控制之下，局势缓和下来。下一手棋，酒井猛轻轻的将棋子落在了36的位置，然后习惯性的将双手交叉按在腿上，显得很从容。此手意在试探黑棋应手，如果黑棋现在直接在此长，那么白棋有在2路点的手段，黑棋粘住，白棋再尖，接下来黑棋扳，白棋断，现在左边白棋在此打下，和这一带断吃黑子已然形成剑合，这样的结果白棋先手补住了断点，黑棋不满，所以实战当中聂卫平在此长考了将近半个小时，
之后选择了俗手尖刺的下法。白棋下一手，九井猛在此长考了45分钟的时间，直至接近中午12点时才落子，选择了简明的粘住。这手棋走完之后，进入封盘休息。中午，聂卫平照例没有吃午饭，泡完澡之后，在房间内吃白兰瓜。下午1时整，对局继续。聂卫平的下一手选择了在此长出头，而白棋接下来在此退了一手。这手棋是还手，白棋的本意是威胁黑棋下方的冲断，如果能够先手尝到一下，对白棋无疑是加强。然而这个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下一手棋聂卫平抢占了右边的好点。此时 AI 的建议，白棋应该再次飞过来，这是双方根据地的要点，这样黑棋的3颗子需要处理，自然下方的白棋将发挥作用。而聂卫平的建议是，此时白棋可以考虑阵在此处，也是非常潇洒的一手。黑棋现在如果飞，白棋挡，黑棋再贴，白棋跳出，这个结果白棋中腹的这颗子限制了黑棋的出路，白棋可以满意。而如果黑棋此时先跳出头，白棋再飞，这样中央的交换白棋还是便宜了。实战当中，白棋在此退被黑棋飞的时候，现在白棋已经无暇再从下方冲断，因为如果白棋冲，黑棋挡，白棋断，黑棋就粘住。白棋爬出，黑棋先向外长气，白棋再爬，下一手黑棋回到脚步挡住做活。这样一来，白棋拿不住黑棋的4颗子，这一带白棋反而没有什么意思，关键是上方白棋还欠着一手棋。所以实战当中，九井猛选择了直接在此挡住的下法，黑棋贴起，白棋再跳，下一手黑棋冲，白棋挡，黑棋尖刺，是非常愉快的次序。白棋粘住，接下来黑棋在下方拆一，这手棋当然是为了防止白棋在此冲的下法。白棋下一手棋并没有在下方继续行棋，而是对黑棋的右上角发动了冲击。这手棋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怪异的一个下法，但是今天的眼光看，这是 AI 在对付这一类棋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选点。九井猛也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下一手棋，黑棋在此虎住，白棋长出，黑棋搬，白棋飞，也是常见应对。现在黑棋在右边的2路搬粘价值极大，白棋搬，黑棋粘住，这样黑棋一来防住了白棋在此点的手段，二来目数上也有收获，同时还随时威胁在这一带加破坏白棋眼位的招法。此时是下午2点，聂卫平第一次吸氧。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形势，黑棋下方一带加上右边大约有20目左右，而黑棋的右上角加上左边也有30目强，这样全盘黑棋有50目左右，而白棋这2个角有30目，但是这2块白棋暂时无法点目，因为本身不活，将来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白棋现在要争胜负，可以围控的地方就只有上方这一带，所以实战当中九井猛的下一手选择了在此跳起，这也是强力的一招。现在如果普通的在上方围控的话，被黑棋在此跳，白棋再补，接下来黑棋镇住，这是聂卫平的预想图。这样的结果虽然白棋在上方成控，但是左边黑棋得到加强，而且镇完之后这2块棋都有危险。所以实战当中九井猛跳在此处，一来扩张上方，二来限制黑棋左边的阵势，随时瞄着在此打入的手段。下一手黑棋在脚步挡了下去，这也是聂卫平的策略。我们之前和大家介绍过，聂卫平本局策略就是稳扎稳打，不与九井猛纠缠，所以这手棋破掉白棋的眼位，让白棋去逃跑，根据白棋的招法再来决定上方是打入还是浅笑。下一手棋白棋冲，黑棋挡住，接下来白棋压，黑棋搬，白棋再搬，黑棋虎出，白棋再长的时候，黑棋下一手2尖跳，又是好手。这手棋极具大局观，走完之后瞄着下方点方冲击白棋整条大龙的手段。现在
左边一带黑棋的后卫也发挥了作用。实战当中，白棋无奈，只好在此增加眼位，但是这种里和外的交换，白棋无疑是大亏。现在形势，黑棋胜率 75% 左右，盘面黑棋8目。现在我们看到黑棋变强之后，对于右边的这块棋威胁增加，但白棋受制于实地，这一带白棋也无心再补，下一手棋直接在上方小飞，继续围控。这手棋走完之后，看起来白棋的这块棋出路广阔，黑棋如何进攻呢？聂卫平向我们展示了经典的声东击西的招法。下一手棋黑棋点在了此处，这也是好点。这手棋走完，白棋如果在三线硬住，黑棋已然便宜，脚步挤完之后可以再次靠住，这样一来黑棋在中央一带的潜力增加，白棋不满意。而如果这一带白棋选择靠在此处，更为激烈的下法，黑棋依然可以挤了之后再次扳，白棋也颇为的难受。如果在此断，黑棋准备了再靠的招法，这带打吃的借用令白棋颇为头疼。而如果现在白棋虎在此处强力反击的话，黑棋打完之后再次一粘，白棋断，黑棋冲，白棋挖，黑棋打完之后长出，这两颗白子反而被杀，这样的结果白棋局部已经崩溃。所以实战当中，九九猛在此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下一手棋白棋尖在此处，同样是一选，一来照应右边的这块棋，二来对黑棋的这颗子施加压力。黑棋马上在此机敏的挤一手，白棋还是要兼顾实地，粘在了脚上。下一手黑棋扳了过来，现在白棋也只有继续护住上方实地。下一手黑棋打吃，白棋粘住，在这一带做足准备之后，黑棋终于亮剑了。接下来黑棋在此点，击中了白棋的要害。现在白棋右边一带有二路夹，而这一带如果白棋一只也没有裸奔向中央的话，那么周围黑棋的后势将成为白棋的噩梦。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尖在此处寻找眼位，黑棋在长，白棋挡住。下一手棋黑棋在上方先尖了一手，这也是深谋远虑的好手。白棋挡住，黑棋再扳，缩小眼位。这个局部白棋挡，黑棋粘，里边是个方四，没有两只眼。现在如果白棋在此虎，想从上方突围的话，黑棋可以在此先手扳一下，然后扳过来。白棋如果执意要在这一带冲出，打完之后再打，黑棋就提吃。接下来白棋再粘，黑棋挡住，这样上方一带黑棋恰巧构筑防线，封锁住了白棋，这也是当初黑棋先尖一下的意图。所以实战当中，九九猛看到这一点，下一手棋选择了单在此长，黑棋单退。下一手白棋在尖的时候，黑棋也不再保留，长的先手走掉，然后再次飞出。这一带聂卫平的招法几乎招招都是一选，白棋在压，黑棋在此跳。此时是下午3点半，聂卫平第二次外出西洋，他戴上面罩，闭目靠在墙上，静静的吸了3分钟，回来一看，九九猛的下一手打在了点在此处的位置。此时聂卫平有一丝后悔，黑棋在跳这手之前应该先在上方扳一手，这样一来这一带对于阻止白棋连回会发挥一些作用。实战当中被白棋点在此处，黑棋已经来不及。现在其实以 AI 的观点看来，黑棋简单的粘住即可。此时黑棋的胜率已经达到 92%， 白棋即使逃回，黑棋就简单的在此顶完之后扳住，扩张右方，中央一带通过进攻，黑棋已然得到了加强。而实战当中，聂卫平并不想就这样放过白棋的大龙，最终他选择了在此阻止白棋联络的下法，但白棋轻巧一扳，黑棋再挡住，接下来白棋再扳的时候，聂卫平此时也意识到已经无法再阻止白棋逃出了。现在黑棋打吃是局部的本手，但是这样白棋粘，黑棋不断，白棋一扳顺利出头。但 AI 认为这个图黑棋依然充分可下，退完之后这一带白棋大龙整体仍然没有活境，黑棋只需要借助进攻白棋大龙将左边护住，
既可以确立胜势。但实战当中，聂卫平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此时黑棋团在了此处，这手棋意图很明显，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白棋打吃，黑棋粘住，接下来白棋利用黑棋气紧，再次冲，黑棋简明断吃2颗子。白棋打吃，黑棋提掉，下一手白棋再次一退，由于这一带黑棋气紧，断将被白棋吃接不归。白棋大龙终于脱险，但黑棋在此也有所斩获，还抢到了最为宝贵的先手。此时 AI 显示黑棋胜率 75%， 盘面领先8目。下一手棋黑棋再次贴，白棋自然不可以被封锁，长出，黑棋再见。聂卫平走到这手棋，自认为已经确立了优势。这手棋一来防住了白棋在下方点的搜刮手段，二来对于脚步的白棋也是一种威胁。但 AI 认为此时白棋已经不能再去考虑脚步的安危，必须再次跳出，这样将这一带的黑棋潜力破掉，同时瞄着空中点入等等的手段，这个结果白棋还是可战的。所以 AI 给黑棋的建议，黑棋可以先在上方顶一下交换，白棋粘住，黑棋再扳，这样这一带空护住才是当务之急。实战双方错进错出，黑棋尖完之后，九井猛也感受到了威胁，下一手再次扳，但这手棋使得黑棋的这步尖成为了好棋。黑棋挡住，白棋再粘，下一手黑棋中央再压一手，白棋继续长出，接下来黑棋终于回到上方顶了过来。白棋此时粘住，被黑棋扳住，你扳我就退，这个地方并无法突出重围，所以实战九井猛选择了顶的下法。但这手棋有利有弊，我们此后会看到黑棋依旧飞，封锁住了白棋，而恰在此时九井猛下出了一步让观战室当中大竹英雄九段大吃一惊的手段。此时白棋竟然在下方尖了一手，这手棋明显的不是先手，因为即使你断吃黑棋粘住，对黑棋也不会有太大威胁。那么九井猛这个地方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呢？局后复盘，九井猛说出他的想法，这个局部白棋现在对于左边的破坏是当务之急，那么加就是眼见的好点，九井猛自然不会错过。黑棋最强应对是立下，白棋断，黑棋打，白棋长出，黑棋吃住，白棋再打，黑棋粘，接下来白棋飞，黑棋跳联络的时候，九井猛此时想到，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能先尖，跟黑棋的粘做一手交换的话，那么现在白棋一冲，对黑棋4颗子的威胁将极大，这样即使黑棋扳，白棋可以继续压出，黑棋再长，白棋再压，由于这一带始终有断的反击手段，黑棋无法阻止白棋连回。如果白棋顺利逃出，不但压缩了黑棋左边的阵势，而且中央一带黑棋的潜力也被破掉，这是白棋的理想图。但这个图显然不可能实现，所以此时白棋最强硬的应对，研究室当中的观点是应该直接加在此处，这样黑棋如果立下，白棋虽然直接断不能出棋，不过白棋可以在此打入，这是灵活的好手，这也是聂卫平最担心的一点。同样这个图也是 AI 的一选，由于这一带白棋的长、尖、跳都是先手，黑棋要净吃白棋难度也极大，这样的下法黑棋胜率 70%， 白棋还有机会。然而实战当中白棋在此一尖，被机敏的聂卫平马上在上方补了一手，白棋断，黑棋就粘住，此时白棋还是应该拼搏一下，加完之后再次点，虽然比刚才的战斗要苦一些，但是这也是唯一搏命的时机。实战当中九井猛下出了最后的败招，此时白棋再次一飞，黑棋先在下方搜刮白棋，这是愉快的先手便宜。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脱先，在左边再补一手，白棋此时如梦初醒，开始捣乱，但是聂卫平已然看清，黑棋顶住，白棋再靠，黑棋顶又是好手，这一带黑棋不能去虎了反击，否则白棋跨，黑棋冲，白棋打完之后断吃上方的2颗子，
一来化解掉了黑棋在这一带种种的冲击手段，目数上有所斩获；二来这一带黑棋还要小心自己大龙的问题，以后依然要面临白棋的搜刮。但是白棋靠在这儿，黑棋顶，白棋并没有招。下一手白棋再顶，黑棋粘住，白棋再刺，黑棋粘，看似这一带黑棋有两个断点，白棋似乎断掉了黑棋的大龙，但此时白棋粘住强杀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棋只需要在此冲出即可。之前在中央一带黑棋的这一排子发挥了作用，现在白棋如果再继续强扳，黑棋就扳。由于白棋自身存在断点，这个地方断不成立，否则黑棋打完之后一打，白棋反而被吃住了。所以实战当中白棋也不敢用强，下一手棋白棋在此先长，希望在这一带能够得到加强，再伺机对大龙发动反击。黑棋挡住，接下来白棋再管，黑棋虎是好手，此时如果黑棋着急去做活，反而中了白棋的计，因为白棋接下来有顶的强力招法。现在黑棋如果挡住，那么白棋挖完之后再次一打，这样黑棋这6颗子反而陷了进去，这个结果无疑是给了白棋机会。而如果在白棋顶的时候黑棋选择退，那么白棋点是先手，下一手一加，左边就被击穿了，这样白棋也逆转。但聂卫平明察秋毫，下一手棋置中央大龙于不顾，强行在下方补棋，而此时白棋也无可退让，粘了上去，一场关于大龙的攻防战就此展开。黑棋也不慌不忙，下一手棋再次冲出，白棋此时如果扳，黑棋还是可以扳，白棋如果退让，那么黑棋一粘，现在黑棋跟下方4颗子联络，或者跟右边的这个头联络，成为剑合的好点，这样白棋失败。那么如果白棋在此断的话，黑棋打吃先手，白棋再粘，这一带黑棋竟然已经先手联络，接下来继续抢到左上扳粘最大的官子。由于白棋气紧，这些断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将有一串剑不归，这个结果白棋也是大亏。所以实战当中白棋看到还是不能用强，下一手棋再退，而黑棋的招法依旧强硬，此时黑棋再压，现在白棋如果穿在此处强行分段的话，黑棋简单一跳就已经联络了，白棋冲这个没有意义，黑棋长，这两边的连接剑合。而如果白棋冲这个，那么黑棋这步挤是绝先，白棋只好粘住，下一手棋黑棋一冲，白棋已然不能断，如果白棋粘，黑棋粘回冲我就长，这两个联络还是剑合的。所以这一带白棋尽管来势汹汹，但黑棋并没有任何的危险。看到攻击不利，九景猛此时又下出了一步坏棋，这个时候白棋竟然跑到下方挤了一手，他误以为下方一带黑棋要补断，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棋，这手棋使得白棋的胜率从 12% 直接跌落至了 2%， 而聂卫平接下来一连串的操作成功的击垮了九景猛。下一手黑棋再次先冲，白棋挡住，然后黑棋长先手，白棋再粘。说到此我们也说一下， AI 认为白棋的这手棋应该在中央先顶一手，跟黑棋的跳做交换，然后回到左边扳粘，这样白棋 12% 的胜率，这一带以后还有一些便宜。那么实战当中聂卫平下的非常精彩，冲完之后再次一长，白棋只好粘住，下一手棋黑棋再冲的时候，白棋竟然已经不敢再粘这两颗子，这是让九景猛真正难过的地方。现在如果白棋强硬粘回，黑棋可以冲了之后再次断，白棋如果在右边吃，黑棋断打是先手，接下来脚步爬，白棋只好收气，黑棋顺势一扳，白棋再打，黑棋打吃，白棋粘住，下一手黑棋就回来粘，这样由于以后白棋挡还要担心黑棋扳了之后扑劫的无忧劫的手段，白棋不敢动，那么以后黑棋夹在2-1路，脚步的白棋实地损失惨重，这个图白棋当然不行。那么断的时候，如果白棋粘在这一带的话，黑棋冲，白棋挡，这个粘成为先手，这样的话这一带白棋还需要补，无形当中白棋亏了2目棋。此时形势2目棋对九景猛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图他也不能接受。因此实战当中，白棋干脆直接把上方补净，黑棋如果后手吃2颗子，白棋再去抢官子，但黑棋自然不会这样下。下一手黑棋在下方尖刺，白棋粘住，然后黑棋冲完之后在上方立了下去。这手棋是引人注目的绝好点，白棋为了防止黑棋大飞的手段，只好再次挡，黑棋再度得到先手。下一手回到下方跳了一手，这手棋走完，聂卫平确定这盘棋输不出去了，因为这手棋防住了白棋再次靠的手段，一旦黑棋这带气紧，白棋还有可能加过来，但现在这个手段消失，这个加自然也就不成立了。九井猛只好在提完之后回到一路班，黑棋退出，白棋再爬，黑棋打，白棋粘，黑棋粘住。下一手白棋粘回了这2颗子，而黑棋得到先手，挤在此处要求白棋大龙补活。白棋再次跳，黑棋接下来连回，白棋打吃，黑棋在脚步补活，白棋冲，黑棋挡，进入了小官子的收束阶段。下一手白棋扳，黑棋挡住，白棋再粘的时候，黑棋下的也非常机敏，此时黑棋粘回了这颗子。现在白棋不能够去断，否则黑棋在此一靠，由于这一带白棋有2个断点，整条大龙一命呜呼，这盘棋当然就结束了。所以实战白棋只好委屈的提吃这颗子，黑棋再回来补断，次序井然。下一手白棋挤，黑棋粘，白棋再冲，黑棋挡住。接下来白棋回到脚步扳，黑棋虎在此处，这也是全盘目数最大的地方。白棋再点，黑棋粘，白棋断，黑棋粘住，白棋再扳，黑棋粘住。下一手白棋再次收气，试探应手，聂卫平下出了一步小的还手。此时黑棋选择了尖在一路，这手棋亏了一目棋，正确的下法应该是扳在下方一线，这样即使以后白棋爬，黑棋尖在此处，白棋全部粘回，黑棋团住即可。下方黑棋有13目棋。我们继续回到实战，实战当中黑棋尖在此处，白棋继续收束着官子，黑棋靠要求白棋补活。接下来黑棋挖，这带有断，白棋也只好忍耐，黑棋粘，白棋顶住，双方进入了小官子的争夺，盘面越来越小。聂卫平此时判断这盘棋应该是要赢5目半。现在我们看白棋在下方断完之后，下一手棋立在了此处，这就是此前黑棋这手棋的失误所在。接下来黑棋在上方继续走，双方进行了1-2目官子的争夺，棋局已经接近尾声。而由于黑棋的失误，这一带黑棋只好去收气，吃这3颗白子，白棋再爬，以后这个地方黑棋还需要再补2手，提示掉3颗子，整体的下方只有12目棋，这个结果比刚才亏了1目，但是已经无关本局的胜负了。这243手全局终了，聂卫平5目半获胜。聂卫平赢棋之后累得坐在椅子上，竟然已经站不起来，日本方面不得已只好再次将闭幕式改成了联欢会，这已经是2届擂台赛中第3次改变了。现在比分改写成了7比8，请出了日本队的副帅武功正数9段，达到了我方预期的第1个目标。联欢会上，藤泽秀行9段对聂卫平说道，这盘棋将是世纪之战，不仅影响到中日2国围棋界，甚至对整个世界围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下盘棋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